现在很多人开始用 AI 来做内容，你不用学习设计，也不用操作复杂的软体，只要打字，把你想要的画面讲给 AI 听，什么颜色、什么氛围、主角在哪里，用讲的就好。它生成出来了，你一看有个地方不对，你想要去改，你打字告诉它要改哪里。结果他好像忘记了你刚刚说过的一切，颜色、氛围、构图，你得整个重新讲一次，每改一次就要重新解释一次。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只要说一次你想要的样子，接下来不管你想改几次，它都能够记得，你不用重新再讲一次。House Grayson 这频道专门帮完全没有碰过 AI 工具的人，一步一步学会使用 AI。我的核心理念很简单， AI 不是你想的那么难，跟着我做你也可以。今天会用到两个工具 Claude 跟 Artlist， 这两个都不需要你额外花钱，免费版本就能够使用。先说为什么会这样，大部分做图做内容的工具，你打一次字它生一次结果，这件事对于它来说就算做完了，你想改对于他来说不是调整，是重新再来一次。这就是你刚刚遇到的那个情况，他没有理由去翻你刚刚讲过什么，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对话这件事情，只有一次一次的分开的指令。如果有个东西从头到尾都能够跟你保持同一场对话，不是每次生成一次就结束呢？这正是 Claude 擅长的地方，它本来就是拿来跟你对话用的，你讲过的每一句话它都还记得。 Claude 是我这频道常常在用的一个 AI 聊天工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可以打字沟通，帮你想事情、写东西的助理。你不用是工程师，不用会写程式，你打字告诉他你要什么，他就去做。那 Artlist 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专门做图做影片的 AI 内容工具，你形容你想要的画面，它就能够帮助你生成出来，连动态的影片都能够做到。差别就在于 Artlist 自己是没有办法跟你对话的，你得在它的界面里面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输入，这正好跟 Claude 互补，一个上传对话，一个上传生成，把两个接在一起用，才会真正解决每改一次就要重讲一次的问题。那要 Claude 跟 Artlist 两个工具凑在一起，在同一个对话框里面完成生图生影片，中间还需要一个东西叫做 MCP，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这样。MCP 它是一个让 Claude 跟其他工具直接对话的接口，没有它，你要先在 Claude 里面想好要生成什么，复制文字，再跑到另外一个软体上面去贴上，等结果再跑回来。有了它，你在跟 Claude 聊天的这个画面里面直接说一句话，图或者影片就能够在这个对话框里面生出来，你完全不用离开，它会记得你刚刚讲过什么了，不是因为它特别聪明，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离开这个对话框，没有离开就不用重新交代背景，这才是省下来的东西，不是操作变快了，是你脑子里面的东西不用再重新说一次。而让 Claude 跟 Artlist 之间真正能够有这样直接对话的，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 MCP。 Artlist 把这接口做出来了，接进 Claude 里面叫做 Artlist MCP。 所以今天我会先用做出 YouTube 影片的缩图来给你示范，等一下你会看到这套逻辑换到其他情境也是一样通的。那首先呢，我先教大家如何去做设定。这个设定呢，只需要做一次。那你可以直接搜索 Claude， 然后点击这个网站。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用 Claude， 你需要去注册一个账户。在注册完账户之后呢，就会进入到这个界面上面。然后你点击左下角的头像，点击这个 Settings， 然后再点击 Connectors， 选择右上角的 Add， 然后选择 Add Custom Connector。那这边呢，你需要输入名字，就是 Artlist， 然后在底下输入这个网址就可以了，我也会放到影片的下方，你可以直接复制，然后再选择 Add， 这样你的 Claude 就连接到了 Artlist 里面了，然后你只需要去登录到你的 Artlist 账户里面，就可以完成这个链接了，这样你的 Artlist 账户就会连接到 Claude 里面。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给 Claude 一个指令，让它用 Artlist 帮助我去生成一张缩图，然后主题是 YouTube 演算法的运算逻辑，然后呢是不带人的，给它一些比较具体的信息，这边选择确定。那这边呢，它就让我确认是不是要使用 Artlist， 你可以选择一直都是允许的，或者你可以选择这个向下的按键，选择呢允许一次。然后呢，它也会再问 Claude 现在想使用 Artlist 里面的所有的模型，
你可以选择一直允许，或者是允许一次。然后呢，它还会再问现在 Claude 要使用 Alice 来生成图片，是否允许？那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 Claude 就使用 Alice 来帮助我去生成了这张图片了，是16:9的规格，深蓝的背景，右侧呢它是有个放大镜，对着一个发光的节点群，是符合我想要去描述的内容的。那如果说你想做出带有你自己人像的缩图也是可以的。那这边呢，我就上传了一张我的人像，然后呢就让它去根据我的人像呢做出一个缩图，给它提供一些提示。那有时候呢 Claude 会先问你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也问我现在标题的文字要什么颜色，我就可以说它是亮黄色的。然后呢，他也有问我是否是直接把文字去放到图片里面，那我就直接让他去放到图片里面就好了。那现在呢，他要提示到就是我需要再重新上传我的人像，我可以直接把图片去拖到这边，但是可以看到呢，他就帮助我去生成了这张图片了，是有我的人像，有我想要的文字还有背景。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第一种方式就是 recreate， 就是让它重新全部生成。那如果说你只是对于局部的一些细节不满意，比如说我想把文字变成白色，我就可以直接给它指示，那就可以看到呢，我的文字就变白色了。又或者呢，我想让我的人物变得更加突出一点，我可以给它加入阴影，那我就让它去给我的人物加入阴影。那现在可以看到呢，它就给我的人物加入阴影了。所以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去和它对话，把你想要让它去做的用文字描述出来，而不是你真正的在设计。特别是对于设计小白来说，你不需要会设计，只需要会描述你想要让它做什么，它能够代替你设计。这个方法呢是非常好用的，而且在你回到 Alice 里面呢，你还是能够看到所有生成的作品的，它不会消失。每一张作品你都是能够去查看到，然后对它进行编辑修改或者是下载的。回到 Claude 里面，如果说你想对它进行下载的话，这边有个 download， 你就可以直接下载了。这个逻辑你不只能够用在缩图设计上面，影片里面需要的辅助画面、社区天文要配的图，都是同一套做法。你去形容感觉，它帮你生成，你不用再多学一种工具。那如果说你想去生成一个广告的宣传图，然后呢，根据这个宣传图再变成一个动态的宣传影片，我们也是能够使用刚才的方法去做到的。那这边呢，我就输入提示词了，帮我使用 Alice 来做一张宣传图。画面的主体是一副耳机，放在画面正中央，用灰蓝色的渐层当背景，再提供一些特别的细节，是16:9的格式，也告诉他这张之后呢，要做成几秒钟的动态影片用。那 Claude 在设计之前呢，也会问我一些比较重要的决定，像是耳机的风格还有颜色偏好，那我选择呢就是纯白银色的极简风。关于背景，那我就选择中间调，还有呢画面质感，那我就选择就是先都可以看一下。那这边呢，它就帮助我去生成一个这样的产品宣传图，你可以看到呢是非常高质感的。我也可以呢对它进行修改，比如说我让这个耳机呢变成一个玫瑰金色，就好比说呢这个耳机它是有不同颜色的。我来看一下玫瑰金的展示，那就可以看到呢它就变成了玫瑰金的版本了。然后呢我就可以根据这张图去变成一个动态的产品展示的影片。那 Claude 现在就问我要去生成多少秒影片的时长，那我这边呢就选择生成5秒钟。然后呢有想要什么样的动态效果，那我就选择都可以，让它来帮我决定。输出的比例呢就是16:9的。如果说你想做成就是竖屏格式的，它这边也会有。那现在呢就要生成了，那现在可以看到呢，它就帮助去生成了这个5秒钟的动态影片了，是根据刚才的图片而去生成的，而且呢它是带有声音的。可以看到呢，它的制作呢是非常好的。如果觉得5秒钟太短，也可以让它去生成更长时间的这个动态影片，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方法都是一样的。你刚刚看到的那些画面，那支动态的广告影片，全部都是打字聊出来的，不是我先剪好给你看的效果。换句话说，你自己现在就能够做到一样的事情。如果你也常常卡在改一次就要重讲一次这个环节，现在就可以打开 Claude， 把 Alice 接上去，免费版就能用，先自己试一次，你会马上感觉到差在哪里。如果你是那种一张图会反复调很多版
版本的人，免费额度可能会很快就会见底。付费版给你的是每月固定的额度，你可以放心一直改一直试，不用改到一半突然被卡住。付费版也会解锁更多最新的顶尖 AI 生成模型，同样一句话出来的品质会更好。现在你可以透过我的链接去升级，还能够额外多拿2个月的使用期。我会把爱丽丝链接放到影片下方。你今天看到的这些结果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面，你已经知道怎么去使用 Claude。如果你之前没有怎么接触过 Claude， 或者是连对话框里面要打什么都不确定，我之前拍过这支影片，是 Claude 从零开始的教学，把最基本的东西都讲清楚了。我建议你先去把这支影片看完，你会发现今天做的这些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难。